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增肌期、减脂期的饮食安排之实操篇。在前2期的视频中，我给大家讲了在增肌期和减脂期应该如何安排各种营养素的比例。讲完这个话题以后，我在思索，大家听懂了吗？就算听懂了，知道该怎么吃吗？可能还是不知道。好，别着急，老司机既然已经带你上车了，就会送佛送到西。大家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知道了比例，但是具体怎么吃可能还是不清楚。现在我就来教大家，我以减脂期的饮食安排做例子。减脂期，蛋白质的热量摄取占总热量摄取的 45%， 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摄取占总热量摄取的 35%， 脂质的热量摄取占总热量摄取的 20%。 你只需要按照我给你的这个拍 graph 比例摆盘就好。例如选择一个圆盘子，盘子的大小因人而异，你平时吃的多就选一个大盘子，你平时吃饭跟喂猫似的就选一个小盘子。记得我说过，蛋白质不会让你长脂肪，因此你就算吃的和平时一样多也没有关系，摄取的总热量可能跟原来相同，但是因为蛋白质不会转化为脂肪，这就意味着其实可以被身体储存的热量变少了。所以用这个比例摆盘吃，你一定会打破原来的热量收支平衡而变瘦。选好了大小合适的盘子，按照蛋白质占 45%， 就用肉类摆 45% 的面积。肉类中含有蛋白质和脂质，因此你要选择瘦一些的肉。但是记住，肉类中总会含有一些脂质的。碳水化合物占 35%， 你就将主食摆 35% 的面积。主食中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可能还有一些脂质，这就要看你选择的主食是什么了。因为植物里的蛋白质是劣质蛋白，所以主食里的蛋白质可以忽略不计。主食尽量避免选择炒饭、炒面、烙饼等等脂质含量高的，不然脂质的含量一定会超标。盘子还剩余 20% 的面积怎么办？你可千万别给我摆一堆肥油在上面，这 20% 空着就好，因为你食用的肉食和主食里边已经含有了脂质，所以无需摆放。当然，你要再拿一个相同的盘子摆满生鲜蔬菜，记住蔬菜一定是生鲜的，以保证维生素的摄取。记住，在摆放盘子时，不同的食物高度应该差不多，你可别把你喜欢的食物摆得跟楼那么高。为什么这样摆盘和我推荐的营养素比例差不多呢？大家来看，肉类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在 20% 左右，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大概也在 20% 左右。这样摆盘吃东西，既可以让你清楚地掌握食物的比例，又可以让你根据自我的喜好灵活变化食物。既然知道了比例，又知道了怎么操作，很实用吧？当然，为了更加准确，我希望你最终将摆盘的食物一一称重。这个盘子就是我在减脂期的餐盘。如果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长胖了，我就会按照这个比例安排饮食。那么增肌期摆盘的道理也是相同的。现在我要补充说明关于增肌期和减脂期饮食安排的另外一些问题。我还以减脂期的饮食安排作为例子。第一，我给大家的营养素比例并不是让想要减脂的人马上按照这个饮食比例去安排饮食。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逐步将你的营养素比例调整到这个比例上。例如，一般人的营养素摄取比例是碳水化合物 60%， 脂质 25%， 蛋白质 15%。那么应该先将目前的比例调整为碳水化合物 55%， 脂质 20%， 蛋白质 25%。这样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变瘦了。想要继续减脂，继续调整比例为碳水化合物 50%， 脂质 20%， 蛋白质 30%。再吃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减脂效果会更加明显。最终将比例调整为碳水化合物 35%， 脂质 20%， 蛋白质 45%。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不断打破热量收支的平衡状态，循序渐进的让脂肪稳步下降。所以给大家的增肌期和减脂期的饮食比例后，你要逐步调整自己的饮食，靠近这个比例。增肌期也是相同的道理，不过一般人的营养素摄取比例就是增肌期的摄取比例，你只要按照比例增加食物的数量就可以增肌了。可见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减脂减不下来，你天天吃着增肌餐却想减脂，以后这种想法保留在晚上就好，白天你老这么想对你不好。第二，尽量将饮食固定下来。我说过，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肉类或主食。想要达到增肌和减脂的效果，热量的收支关系是关键问题。但是，一旦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食物，就应该将其固定下来。
例如，你应该让今天的早餐和明天的早餐、后天的早餐、大后天的早餐基本一样，这样你就可以做到早餐摄取的热量基本相同，中餐和晚餐也是相同的道理，这样才能让每天的热量摄取保持在相同的水平，同时也便于你通过增加或者减少热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训练效果。例如，你今天晚上摄取的蛋白质选择的是牛排，明天吃的是鸡肉，后天吃的是鱼肉，那么食物和制作方法不同，造成每天晚餐热量忽高忽低，你的增肌和减脂的效果一定会降低。当然，每天都吃固定的食物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所以你才要将你喜欢吃的食物安排进食谱。第三，我给大家的这个增肌期饮食比例安排是增肌期最低的标准，这里主要指的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在增肌期，碳水化合物最低要摄取 60% 的比例，如果少于 60%， 你增肌的速度一定会变慢。同样，按照上面讲的逐步变化比例，在增肌期，你最终可以将比例调整为碳水化合物 70%， 脂质 20%， 蛋白质 10%。那么相反的，我给大家的减脂期饮食安排比例是减脂期最苛刻的比例，并不是长期的饮食安排比例。如果你长期让碳水化合物和脂质的摄取保持在我给你的这个最低标准上，你一定会丢失肌肉，同时限制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所以我建议各位在使用一个饮食安排或者使用一个食谱时，不要超过8周的时间。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身体处于一个经常调整变化的状态。当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摄取过多或过少时，身体就会采取措施，而且往往这些措施会跟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第四，从增肌期和减脂期的饮食安排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不同就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取比例不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所含有的热量是相同的，都是每克4000卡。因为蛋白质带来的热量不会在身体里储存，不会转化为脂肪，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作为能量被身体储存，并且容易转化成为脂肪。因此，在增肌期或者减脂期摄取的热量可能相同，但是对于身体来说，热量是否被储存才是关键。只要调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比例，就可以完成不同的健身目标。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增肌期要多补充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主食或者糖类食物；减脂期要多补充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或者蛋白质补剂。最后要说的就是，想要取得好的增肌或者减脂效果，多去了解各种食物中含有的营养成分，会让你吃得更加聪明。经常查阅食物营养成分表，可以帮你了解不同的食物到底给你身体带来了什么，从而选出最对的那种，又要好吃，合你的胃口，又要相对健康，不会让你付出的训练努力白费。所以做好饮食这件事和健身一样，是一辈子的事情。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增肌期和减脂期饮食安排的实操篇。想要各种营养素比例安排好，只需按照不同时期应该摄取营养素的比例摆盘就可以实现。实现增肌期和减脂期的饮食比例，应该是一件逐步完成的事情，这就需要慢慢变化，让身体不会因为出现短期的剧烈变化而采取极端的应付措施。每次调整后的饮食也有使用的时间限制，一般最多为8周。饮食长期不变化，热量和营养素也不会出现变化，身体也就不会出现任何变化。通过2个不同时期的饮食安排可以发现，区别主要在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取比例上，这来自于这2种营养素不同的营养和热量特点。多学习和实践营养学知识和训练结合起来，才能更快更好的达到你的训练目标。最终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句话：3分练，7分吃。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